大家好，今天我们要讲的是紧固件，也就是如何去连接我们机器中的各个零件。这一次的内容主要分为6个部分，分别是种类、标准、螺纹、螺栓、螺母和铆接。首先，我们来看看连接的种类。连接方式分为2种，一种是可拆卸连接，另一种是不可拆卸连接。可拆卸连接指的是允许反复组装和拆卸，但并不会降低或影响连接件性能的连接，比如说螺栓和螺母的连接。不可拆卸连接的意思就正好相反，它不能随意拆卸，如果强行拆卸，则连接件的形状、外观、强度都会受到损坏，并且不能再次使用，比如说铆钉和部分螺母的安装。注意，这里的连接件呢，它不仅指我们需要连接的零件，还包括我们连接这些零件所使用的紧固件。这个比较好理解，举个例子呢就明白了。这里是一张我们比赛机器的底盘的图片，大家可以看到，红色圆圈圈起来的是螺栓螺母的连接，它是一种可拆卸的连接，而橙色圆圈圈起来的是铆钉。很明显，铆钉它是不可拆的，而且如果说我们强行把它拆掉，我们可以不去损坏碳纤维板和钣金的性能，但是拆下来的铆钉的结构就会损坏，也不能再重复使用了。所以说这是一种不可拆卸的连接。这2种连接呢各有各的好处，可拆卸连接的好处就是可以重复使用，而不可拆卸的连接，比如说像铆钉，它的好处是第一不占位子，第二呢，它安装起来比较方便，可以直接从一边安装，不像螺栓安装的时候呢，需要从另一边用手去固定住这个螺母，再把这个螺丝给它拧进去。这个具体的安装方式呢，我们后面会讲。当然还有各种的安装技巧，也是需要在大家后面自行设计组装机器的过程中去总结去发现的。第二部分是标准，也就是不同的单位制度。大家都知道，国际单位制的长度单位是米，而在英美国家，他们的常用单位是英尺，因此我们必须把这2种单位制的紧固件给它分开来使用。首先，我们看一下我们使用的有哪几种标准 ：GB、GB-T 和 ANSI。这个 GB 就是国标的拼音，意思是国家标准。GB-T 代表的是推荐国家标准。大家可以随便找一下身边物品的包装，最常见的有食品、饮料，还有药品。找一下它们的产品标准号，就是以 GB 或者 GB-T 开头的一串数字，这个就是它所采用的标准。ANSI 代表的是美标，它是 American National Standards Institute 的缩写。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的标准，比如 BS 英标、DIN 德标、NF 法标、JIS 日标，但是这些标准我们不常用，因为我们常用的国标是在加工的时候，中国采用的都是米、毫米的单位，而美标是 VATS 标准件的单位。所以说以后组装机器的时候，凡是 VATS 标准件的螺纹连接，一定要用英制的螺丝，不然会把螺丝给它拧坏。ISO 是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of Standardization 的缩写，这个是国际单位制，采用的呢也是米和毫米的单位系统。关于单位制，采用毫米的叫做公制，采用英寸的叫做英制或者美制。它们之间的关系是1英寸等于 25.4 毫米。然后我们需要注意的是，英制它不是十进制的，1英尺它等于12英寸。第3部分我们要讲的是螺纹。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螺纹的一些基本概念。第一是螺纹的螺旋方向，螺旋方向分为左旋和右旋。大家都知道拧一颗螺丝应该是顺时针拧紧，逆时针拧松。那么这样的一颗螺丝呢，它就是右旋螺丝。
在我们的生活中，大部分所用到的都是右旋螺丝，只有在特殊的情况下才会用到左旋。大家可以从螺栓作为紧固件的功能去想一想，在生活中有哪些地方会用到左旋螺纹呢？有自行车的同学可以去观察一下自己自行车的脚踏。当你自行车的脚踏在旋转的时候，因为两边的脚踏一直是平的，而你的脚踏的那根轴却一直在旋转，所以说脚踏跟轴之间会有一个摩擦力。又因为两边的脚踏是对称的，也就是说你两边的脚踏相对于轴的旋转方向是反的。那么如果说你两边用同一种螺纹，那么你在骑车的时候，这个摩擦力一定是一边在把这个螺纹拧松，而另一边在拧紧。也就是说，你骑着骑着，你右边的脚踏可能是越骑越紧，而左边的脚踏就掉下来了。所以说，在自行车上，右边的脚踏是用右旋螺纹拧紧的，而左边的脚踏是用左旋螺纹拧紧的。这就是左旋螺纹一个非常经典的例子。另一个基本的概念是关于导程、螺距和线束的。导程指的是同一螺纹线上相邻对应点的轴向距离。我们可以看一下这张图，你可以把它理解为把一颗螺栓固定，然后上面套一个螺母，因为螺栓的位置是固定的，那么你的螺栓每旋转一周，这个螺母呢会相对于螺栓前进一段距离，这个距离就是螺纹的导程。螺距指的是相邻两个螺纹之间的距离，用 P 表示。线束指的是形成螺纹时螺旋线的条数。那么从这幅图上，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从上到下三个螺栓的线数分别是1、2和4。那么这样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个公式，导程等于螺距乘以线数，也就是知道其中的任意两个值，我们可以算出第三个值。关于螺纹的第二点是螺纹轮廓，或者叫做牙形。我们用过轴的一个平面去截这个螺纹，那么螺纹的截面形成的一个像齿一样的东西，我们把它叫做牙，它的形状轮廓就叫做牙形，也就是螺纹轮廓。首先我们来看看螺纹轮廓当中有哪些参数。这里我们以普通螺纹为例，螺纹分为外螺纹和内螺纹。外螺纹可以理解成螺栓上面的螺纹，而螺母上的螺纹就是内螺纹，一个呢是向外凸的，一个是向内凹的，它们两个的参数是完全一样的。那么为什么要分内外？这个我们后面会详细讲。然后就是牙侧，这个牙侧也是顾名思义，就是截面上的一个牙，它的两个倾斜的侧面叫做牙侧。而一个牙的两个牙侧所形成的角度就是牙形角。同时我们还会遇到一些别的概念，比如说牙顶、牙底，这些都可以通过字面意思去理解。牙顶就是这个牙的顶部，也就是图中挖去p 边长的小三角形的底边，那么下面挖去p 边长的小三角形的底边就是它的牙底。接着就是牙距，牙距跟螺距指的是同一个东西，都是相邻两螺纹线之间的距离，也就是相邻两个牙之间的距离。牙距具体分为粗牙和细牙，所有的螺纹默认的牙距都是粗牙，也就是每一个公称直径它所对应的粗牙牙距是固定的。所以说呢，粗牙的参数我们是省略不写的，如果说是细牙，则会具体标出细牙的参数，这个在后面的命名当中也会详细去讲。然后就是牙形高 h， 我们在图中可以看到，牙形高就是把牙侧全部延长，补全的一个原始三角形的高度。最后就是它的大径、中径和小径，其中大径也叫做公称，大径是牙顶的直径，小径是牙底的直径，中径就是我们补全的原始三角形它1/2高度的地方所对应的直径。注意这里标注的都是直径，而图中只画出了这个螺纹轮廓的一半。这些参数呢，如果你把这个图记住，就都非常好理解了。那么定义好了这些参数之后呢，每一个参数它固定的组合会有固定的名字及用途。我们刚刚举例用的是普通螺纹，大家看名字也知道 ，unified 意思是统一和标准，那么它就是使用最广泛的螺纹，一般的紧固螺丝的螺纹都是这个样子的。
它使用的呢也是 ISO 的公制单位。那么剩下的4个都是在英制或者美制标准中的，这里我们不详细介绍，因为这些的螺纹轮廓我们不常用，所以大家只是可以看一下它的一些参数。接下来这3种螺纹是我们更为常见的一种螺纹，分别是梯形螺纹、锯齿螺纹和管螺纹。梯形螺纹和锯齿螺纹主要是用于传递力的螺纹，其中梯形螺纹可以双向传动力，而锯齿螺纹只能传动单向力。管螺纹大家听这个名字就知道它是用于管道连接，那么它的特点就是密封性能好。比如说我们机器上所采用的气动装置，它的螺纹就是管螺纹。而且我们可以看到它的牙形角是55度，那么如果你用普通螺纹的螺帽往上拧的话，你是拧不上去的，还会破坏螺母或者这个管螺纹的零件。因此这里我们再次强调，如果大家以后装机器的过程中发现有些螺纹你拧不上去，千万不要使蛮力拧，因为很有可能它的这个内外螺纹本身就不是匹配的，而且这些 VET 的标准件呢，这些东西它都非常贵，很有可能你拧坏的一个电机几百块就没了，所以说一定要非常小心。然后我们继续看这3种螺纹轮廓的下面呢，有3个字母组合，这个叫做螺纹代码，其中梯形螺纹的代码是 TR， 锯齿螺纹的代码是 B， 管螺纹的代码是 G， 这个主要是用于螺纹的命名。接下来我们要讲的是容差。我们之前刚刚讲过，既然螺纹的参数是一样的，那么为什么要分内螺纹和外螺纹呢？这里我们就会来详细解释。我们知道螺纹做出来的目的是为了拧紧，更准确的说是为了让内外螺纹去裂合。那么在非常理想的情况下，也就是在设计的时候，它们2个是完全相切的，或者说这个内外螺纹它们的牙侧是完全重合的。那么在实际的情况以及实际的制造当中呢，由于物体它会热胀冷缩，因此我们要留给它这样一个空间，能够容纳它体积变化，而又不会让它脱牙。也就是我们留的这个空间，它不会大到让我们直接把外螺纹从内螺纹当中抽出来。那么这个范围就是我们所说的容差。这时候大家就可想而知，在实际的制造当中，对于外螺纹，它的真实直径会小于它的公称，而内螺纹它的真实直径会大于它的公称。那么如何去把这个容差给它定量？我们用的是一个叫做公差等级的东西。因为我们不会让你去那么精密的制造螺纹，所以这里我们只是简单介绍一下，我们是通过这样一个公差带等级代号的这样一个参数来把它量化。那么最后我们已经知道了这样一个螺纹以及它的各种参数，我们如何去命名它？这里就给出了螺纹的命名标准。M 指的是螺纹代号，这里是普通螺纹。那么如果说我要用一个管螺纹，它的命名就应该是以 G 开头的。10指的是它的公称直径，也就是大径。乘号后面的数字是它的牙距，这里是 1.25 毫米，就是 M10 对应的细牙牙距。如果说我用的是 M10 粗牙牙距，也就是 1.5 毫米的话，我们是可以省略不写的。然后是 RH， 这个表示它是一个右旋螺纹。同样，因为我们生活中最常用的就是右旋螺纹，所以说我们这里也可以省略不写。但如果是左旋螺纹，那么你一定要把 LH 给它标出来。最后6G 5G 就是公差带代码，小写的呢表示外螺纹，大写的表示内螺纹。这里我们还可以看到 5G 它是中径公差带的代号，而6G 是大径公差带的代号。那么如果说是英制的螺纹，我们还是一样的命名顺序，但是公称会用型号的代码，或者说直径后面加一撇表示英寸，然后后面跟的是螺纹密度和螺纹系列，最后是容差和公差等级。这个我们在后面英制螺栓的部分会详细的去讲。这里我们先总结一下，如果说我们拿到一个螺纹型号，我们先看螺纹代码，判断它是什么螺纹，然后看公称数字，可以判断它是公制螺丝还是英制螺丝，以及它的公称是多少，然后再看它是不是最普通的粗牙右旋螺纹。至于容差和公差等级，一般只有在加工设计时才会用到，所以我们在制造机器的时候可以不用去管它。
这里呢，我们给出了一个主要的公制螺纹的型号表。这个最主要的就是螺纹的公称和牙距的一个对应关系。这个表通常会被印在游标卡尺的背面，以及后期大家学习车床加工时，齿轮箱上会有一个表，它会有一个比如说 M 的分区，以及里面有 1.5、1.25这样的数字，这个就是指的它的牙距。因为我们在车螺纹的时候，我们是先车出它的公称直径，然后再去车它的螺纹，所以说我们要根据我们所车的公称，那么它对应的是粗牙还是细牙的牙距，然后来决定这个车床它的几径量，然后我们去选择对应的齿轮组合，然后只要是这个齿轮组合确定之后，它的几径量就固定了，我们就可以车出对应的这个螺距的螺纹。接下来的部分是螺栓。其实讲完螺纹之后，螺栓就非常简单了。螺栓就是根据螺纹在不同的使用情况下，我们给它的螺杆上面加一个头，方便我们去拧进去的一个紧固件。这里我先说一下中文里面螺栓、螺丝和螺钉的区别。根据百度百科的定义，螺栓指的是一种机械零件，配用螺母的圆柱形带螺纹的紧固件，由头部和螺杆就是带有外螺纹的圆柱体这样两部分组成的一类紧固件，需与螺母配合，用于紧固连接两个带有通孔的零件。这种连接方式称为螺栓连接。如把螺母从螺栓上旋下，又可使这两个零件分开，故螺栓连接是属于可拆卸的连接。它的英文是 screw bolt， 而螺丝和螺钉都是一种紧固件的口头语表达，英文都是 screw。当然也有说法说，螺钉指的是尖头的那种自攻的螺丝，不需要螺母的。但其实这三个指的都应该是同一种东西。再加上我们赛队里几乎没有用过自公司的螺丝，所以日常交流大家就互相知道指的是什么东西就行。写工程笔记的时候呢，再统一一下就 OK 了，不必太过于纠结这几个词。那么说到螺丝，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公制螺丝当中都有哪些。第一个就是杯头和半圆头的内六角螺丝，这里杯头和半圆头指的是它头部的形状，内六角指的是螺丝头部凹陷进去的形状。那么我们最常用的就是这个内六角形状的，因为它的受力面相比于十字和一字的螺丝头更多更均匀，因此也能够承受更大的荷载，也就是我们更能使劲的去把它拧进去。然后我们在赛队中最常用的是公称 M4 的螺丝，就是我们像打印件、钣金还有碳纤维上面打的这些孔都是4毫米直径的孔。那么还有分为全牙和半牙螺丝，这里指的就是它头部下方的螺杆。全牙螺丝就是一般的普通螺丝，整个螺杆都有螺纹，而半牙螺丝呢，就是靠近头部的一半，它是光滑的，是没有螺纹的。这里要注意，半牙螺丝它没有螺纹的部分，它的直径跟螺纹的公称也是一样的。比如说我去车一个 M10的螺丝，那么我首先车出它整个螺杆的部分。如果说我们不考虑容差，它的直径就是10毫米，然后我再去车它前面那一半的螺纹，车完之后螺纹和这个光杆它们的直径是一样的，这就是区别于后面塞打螺丝的一个特点。然后我们再看拧这个内六角螺丝的工具的尺寸，也就是扳手的对边距。这里注意的是杯头和半圆头它的对应的公称直径和工具是不一样的。因为杯头的头部它的强度更大，能承受的力就更大，那么通常它的对边距比半圆头的也就更大一点。这里对边距的单位都是毫米。那么在实际操作中，其实我们没有必要分这么细，我们可以直接用扳手试一下就知道。但是要注意的是要区分英制的扳手和公制的扳手。比如说1/8英寸的扳手，它的对边距是3.175毫米，跟3毫米的非常接近。然后由于使用中呢有损耗，所以很有可能你用点劲就把英制的扳手给它塞到公制的对边3的螺丝里面去了。那么你拧完之后，这个螺丝的头部的凹槽会变大，同时扳手也会被磨损变小。那么最后这个螺丝和这个扳手就都废掉了。这是一个实际操作中需要非常注意的地方。然后这种螺丝的命名呢，我们队内
统一是用螺纹型号乘以螺杆的长度。因为我们常用的是粗牙，所以我们把 1.5 就给省略掉了。比如说这里的 M4 乘以12，就是指它的螺杆长度是12毫米。然后如果说是细牙或者半牙的螺丝，我们会在后面再详细标明。这些命名呢，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学创中心 C 楼106室来参观一下我们的零件分类。下一个是塞打内六角螺丝。我们通过这个图就可以看出来，它的光感和前面的螺纹直径是不一样的。这里就是它区别于半牙螺丝的一个特点。然后它的型号命名也跟普通螺丝不一样。我们通常说的 Phi5 乘以 M4 乘30，这个 Phi 指的是它的光感的工程直径，而 M4 指的是它头部螺纹的型号。然后这个30，注意它指的不是螺杆的长度，而是光感的长度。塞打螺丝的螺杆长度呢是固定的。我们可以看到右边这个表，不同的工称对应的螺杆长度不一样。比如说工称 2.5 毫米的，那么它的螺杆长度就是固定的是4毫米，这个它是有固定的关系，主要是根据它的受力一些情况来决定的。但是光感的长度 L 是可以变化的，是根据你的需要，你去买这样长度的塞打螺丝。那么这种塞打螺丝它的用途是什么呢？我们最主要的是把它当做一根轴。大家可以想一下，如果说我们要去固定一根轴，我们需要把轴的两头去攻外螺纹或者攻内螺纹，然后用螺丝或者螺母去把它固定住。但是如果我们使用塞打螺丝的话，我们就可以买现成的，而且只用在一边去给它套上一个螺母，就把它给固定住了。这样就去比你自己去车一根轴的话更方便许多，安装起来也会更方便。然后接下来就是塑料螺丝。塑料螺丝嘛，顾名思义，它的材质是塑料的。其他型号命名什么的都跟普通螺丝一样，它的优点主要就是可以减重，当然也会牺牲一定的强度，所以在强度不需要那么大的地方，我们可以用塑料螺丝去减轻我们整个车的重量。然后我们赛队里面买的塑料螺丝，它的头部形状跟凹槽是跟杯头还有圆头是不一样的。这个大家主要是在安装的过程中会有区别。安装的时候我们用十字螺丝刀就行。Phillips 的意思就是十字形的凹槽。接下来讲的是英制的螺丝。英制螺丝它跟公制螺丝的那些形状、开槽什么都是一样的，唯一的区别就是它的单位。所以这里我们着重讲一下它的单位。我们知道公制螺丝用的是牙距表示相邻螺纹的距离，那么这里对于英制螺丝，它用的是螺纹密度 TPI， 也就是1英寸的长度里有多少圈螺纹。注意它的螺纹密度越大，那么它的螺距其实是越小的。然后 UNC、UNF、UNEF 指的是螺纹系列代号，我把英文呢也给出来了，就是粗牙、细牙、极细牙的普通螺纹。然后是螺丝型号的命名，因为1英寸有 25.4 毫米，它非常长，不像我们的1毫米是非常小的单位，那么它是用分数来表示，有16/4，也就是1/4，还有16/5，然后3/8、16/7等等。那么如果说比1/4还要小的呢，我们是用井号加上一个数字来表示的，从0号到6号，然后是8号、10号、12号，这就是它的公称的命名。我们赛队中主要用的是8号的英制螺丝，这是跟 VET 的标准件也是匹配的。公称后面加上一横杠，然后是32，表示的是螺纹密度，就是1英寸里有32圈螺纹，然后乘上1/2，表示它的螺杆的长度是1/2英寸，也就是12.7毫米。有时候呢，它还会加上 UNC 这样的系列号，因为我们用的都是粗牙，所以说省略不写了。那么这样呢，我们就完全定义了一个英制的螺丝。接下来的螺丝叫做顶丝，或者叫做基米螺丝。我们看它的形状就知道它的作用是去顶住一个东西，主要是用于限制住轴的旋转，以及和轴箍一起起到限位的作用。我们可以看到右边这个图，这样一个黑色圆形的叫做轴箍，可以套在一根轴上。那么它里面的这个顶丝拧紧了之后，
它相对于轴的轴向位置和旋转都是锁死了的。顶丝呢还主要用于连轴器，相当于是一个轴箍上面有2个或者多个顶丝孔，然后拧紧之后呢就可以限制住2根轴的旋转，从而达到连轴的目的。当然这个顶丝呢也分很多种，我们看到左边这个图里面，根据它头部的形状不同，我们的命名也不同。那么接下来要讲的是第5部分螺母。因为螺母和螺丝的螺纹参数是一样的，只不过是从外螺纹变成的内螺纹，所以我们主要就只讲一下它的应用。第一个是 K 型的6角螺母，大家可以理解为最普通的螺母下面加了一圈爪子，爪子的目的就是增加螺母和它所夹紧的那个平面之间的摩擦力。就像我们一开始看到的那个例子，我们把2片钣金夹在一起，或者把钣金和碳纤维夹在一起的时候，用这种螺母可以锁紧，就是你拧紧之后呢，它更不容易松掉。第2种叫做自紧螺母或者尼龙螺母，这个螺母的内圈加了一圈尼龙塑料，它的内部是没有公丝的，而且它的直径会比它的公称要小一点点。那么螺丝在拧进去的时候，相当于是在给这个塑料圈主动公丝。那么大家可以想象，螺丝的螺纹它要嵌进这个塑料圈，那么塑料圈挤出来的部分就会把这个螺丝给夹紧，通过这样一个弹力达到自紧的目的。而且这种螺母是可以拧到螺丝的任意一个位置都不会松掉。但是这种螺丝呢是一次性的，就是一旦你把它拆下来之后，它的自紧效果会降低，所以我们最好是用新的一个尼龙螺母。然后就是塑料螺母，它的作用跟塑料螺丝一样，也是减轻重量，但是强度也会相应的去下降。还有一种是方块螺母，它的一个优点就是它很薄，可以很轻易的插进某些零件，比如说我们赛队中最常用的 3D 打印件。如果说我需要在这个 3D 打印件上做出一个螺纹的话，那么我该怎么做呢？我肯定不是直接把它打印出来，或者去直接公丝，因为这样它的精度和强度都达不到要求。这时候这种方块螺母就可以很好的发挥自身的优势。第一，它很薄，很容易去插进去，不像那种6角螺母需要给它预留一个很大的空间。那么我们一些小的 3D 打印件上就用不了那种6角螺母了。第二，因为它是方形的，所以我们在多次的拧紧拧松的时候，它更不容易去损坏 3D 打印件。如果说是一个6角螺母，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因为 3D 打印件它的填充度一般是 30%， 那么多次拧紧之后，很容易这个6角螺母就把它本身的一个6角孔给挤成圆孔了，就像华勒丝一样给它钻圆了。所以说方形孔更不容易去变成圆孔，因此这就是方形螺母的一个应用。然后还有一种给 3D 打印件加上螺纹的就是冷压螺母，它是在给 3D 打印件预留孔的时候留小一点点，然后用工具将这个冷压螺母给它压进去，这样它侧面的纹路和 3D 打印件裂合锁死，就相当于是给 3D 打印件自身供的一个丝。那么它的好处，第一是节省空间，节省了原本螺母所需要的空间。第二就是便于安装，我们不需要用手或者用工具去把螺母固定住再去拧螺丝。对于冷压螺母呢，我们只需要把它从一边把这个螺母给拧上去就可以了。还有一种是铆螺母，这种螺母呢也是非常的方便，可以和螺丝从同一个方向安装进去。它的安装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图看出来，是先用一个带螺杆的工具拧进去，然后把铆螺母塞到需要安装的孔的位置，然后向外拉螺杆，使铆螺母变形，产生一个翻边夹紧，然后它本身的纹路就会和这个零件给它锁紧，最后再把螺杆退出来就安装好了。首先注意的是，它的安装是需要特殊的工具的。你用一个螺丝拧上去，然后用手拉这个螺丝是拉不动的。其次是安装过程中会产生翻边，会占用一定的空间，而且它比较多的是适用于较薄的零件。
总结一下这3种特殊的螺母，它们的功能是类似的，都是相当于给零件自身供的一个螺纹，只不过它们的安装方式不同，以及适用范围也不同，所以说我们需要根据固定的零件以及它的材质、强度等来采用不同的螺母。通过我们之前所讲的安装方式的分类，我们可以知道，像冷压螺母和铆螺母与零件的关系其实是一种不可拆的连接，但螺母和零件形成一个整体，再和螺丝的连接是属于可拆卸连接的。那么最后我们来看一种整个不可拆的连接，铆接。铆钉和螺栓连接其实很像，只不过它不是通过螺纹去夹紧固定零件，而是直接通过自身的形变夹紧。我们看到图中有一根很长的杆，然后它和另一端的圆形头部是连接在一起的，穿过中间这个跟普通螺丝形状一样的东西。安装的时候呢，是用特殊的工具向外拉这根杆，然后杆连接的圆形头部会向外挤压这个中空的部分，这个中空的部分它就会变形，形成一道翻边，把这2个板状的零件给夹紧。铆钉的型号呢，跟螺丝的型号命名也是一样的， M4 表示的是它的工程直径，后面的长度表示的是铆钉的长度。然后就是选用铆钉的时候，我们要注意给它的头部预留一点变形的空间，这个跟螺丝头部给它留出拧螺母的空间是一样的道理。那么最后我们这次关于紧固件的培训就到此结束了，非常感谢大家的观看。相关的作业呢会在微信群里通知，如果大家还有什么疑问的话，欢迎直接到学生创新中心 C 楼106室参观各种零件，或者微信联系我们的队员。联系方式大家可以在微信群以及课件的开头找到。教学视频我们后续会上传到哔哩哔哩以及 YouTube 网站，欢迎大家关注留言，谢谢。